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志哥。中共4中全会还没开场，北京先炸锅了。习近平、蔡奇被传因年龄遭党内逼退，中共外交系统同时放风，秦刚没有政治问题，已经安全退休。而更狠的是，彭丽媛的山东帮正在被连根拔。3条线一起爆，逼退、试水、清洗，这不是巧合，是中南海权力重新洗牌的信号。所谓年龄逼退，真的是中共元老反扑，还是王沪宁替袭出的阴招？当秦刚被悄悄洗白，彭丽媛老巢地震，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中共4中全会谁在放风，谁在落锤？距离中共召开4中全会时间仅剩下9天，独立时事评论人蔡胜坤爆料说，中共党魁习近平、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因年龄问题遭党内高层质问，可能被逼退。蔡胜坤判断，只要习在4中全会让出一个位子，未来2年习的权力就会土崩瓦解。还有一条更劲爆但未得到证实的传闻，党内所有上传下达的文档竟然需要报到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那里签字。这些讯息真假很难查核，但已经足够把舆论场点燃，因为它牵动了接下来的人事棋盘怎么摆。关键细节年龄被当成理由，放风时点卡在中共4中全会前。爆料者点名到温家宝签字这种非同寻常的流程传闻，指向元老过问、规矩改写的可能性。虽然这些爆料与传闻尚无官方证实，但它反映了党内博弈的议题设置方向，把年龄重新抬到台面。自媒体小说家认为，这不是退让，而是习近平的军师王沪宁的以退为进。所谓的年龄逼退，更像是王沪宁出的一道阴招。表面看是习近平、蔡奇退一步，实际可能是卡死反习派的上位通道，因为张又侠、汪洋也都超龄。若习近平、蔡奇因年龄退下，党内话术就被固定在守规矩这条线上，接下来轮到补位。传言汪洋接总书记与张又侠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被同一条年龄红线挡在门外。最后反习阵营想推的人上不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或者留下空位给习派系统内的其他人补位。小说家的另一段背景补充更耐人寻味。之前传出习联系胡锦涛，以提拔其子胡海峰进政治局，换取习近平4中全会不退休的条件，被胡锦涛明确回绝。转眼年龄逼退的放风就冒出来，像是 B 方案，看用词中性的规则，将反习的中坚力量卡死。这里有个老生常谈但极要命的细节，已故中共党魁江泽民当年为了防止老人政治与内部斗争失控，在1990年代后期拍板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最高层人事规矩，7上8下，意思很简单，年满67岁的高官还能上，到了68岁就必须下。这条潜规则从中共15大开始，一直沿用到19大，被视为最高权力交替的安全阀。它曾让无数人试图止步，也成了权力交班的心理界限。但到了2022年的中共20大，这条规矩被习近平亲手打破。原本应届龄退休的习本人强行连任，而像栗战书、韩正这类同龄常委则被迫离场。这意味着所谓制度早已成了个人意志的装饰品。然而讽刺的是，当局若在政治需要时，仍可把这条被废弃的惯例重新捡回来，并包装成恢复制度、重建规范、回归集体领导的政治姿态。换句话说，制度在中共体制内从来不是用来约束权力的，而是用来服务权力的。所以7上8下能破一次，就能在另一个时刻被复活。而这样的复活往往不是改革的象征，而是内部妥协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每逢4中、5中这类关键会议，外界都会紧盯那几个老面孔会不会被请上台或请下台，因为那往往不只是人事，更是权力秩序的分水岭。
9月27号，在援助欧盟大使关成远的家中举办他去世的追思会会场，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露面，转达了习近平蔡奇的慰问。现场谈及秦刚，他说了2句分量极重的话：已经查明秦刚没有政治和经济问题，只是与傅小田的情感纠葛问题。秦已经安全退休，这不是日常寒暄，把政治经济无问题4个字说出口，等于为秦刚重返外交舞台清除了障碍。在中共的语境里，这是把一个人从黑箱悬置重新拉回可讨论、可评估的人才序列。关键点：场合私密，但参与者重量级，措辞精准又克制，典型试水球。旅居加拿大的前中国媒体记者姜维平的判断很直白：华春莹这是有意放风，为苏俄亲美预热，因为这种话不可能随便讲，讲了就是有依据、有目的。他的推演是：若习近平下台，元老势力回笼，对外路线大概率从联俄抗美回调到苏俄亲美。这样的路线需要懂美国、英文好、能在华府社群里打交道的人。秦刚正好符合，履历完整，英语流畅，熟悉美国政商媒体界。更重要的是，现在被正式摘帽为非政治经济问题。姜维平补了一段时间线来支撑这个推论。2021年4月，秦刚被任命驻美大使，同年7月履新。2022年10月，进入中共20届中央委员，同年12月30号火速升任中共外交部长。2023年1月，秦刚在天津市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3月12号，56岁的秦刚当选为国务委员，晋升副国级，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2023年7月起突然神隐，之后被免去外长，再免国务委员，成为史上任期最短外长。这段扶起即落马的过山车，被解读为路线摇摆的投影。中共亲美窗口一度打开，旋即被战狼回潮关上。秦刚也被火箭提升窜拔，又火箭般坠地。如今又在4中全会前夕，重新把秦刚推回可用名单。亲俄疏美不是一句口号，落地需要3件套：一、常用语言，能在华府的国会、智库、媒体三角中自如切换；二、议题设计，知道美方在供应链、AI、半导体、数位平台、台湾安全上的优先顺序；三、可信形象，在美政权里说过的话算数。现实问题是，经过多年战狼轮值，具备这3件套的人其实不多。王毅能打硬仗，但在重建信任上不占便宜。刘建超人脉广，但近2年站位暧昧。真正兼具语言、网络与可信叙事化能力的秦刚仍是少数之一，这也是华春莹那2句话为何分量很重的原因。中共4中全会前夕，山东官场像被按下连环雷。今年7月到9月，中共中央第9巡视组进驻山东，联动济南、青岛，短短2个月，超过40名官员接连出事，从省政府参事、厅局副职到济南副市长、城管局长，再到青岛常委、文旅局原书记等，整条链条接连点爆。更敏感的是，这波震荡一路蔓延到菏泽、运城，外界熟知这是彭丽媛的老家县。与此同时，军口也传来异动与阴影。中共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上将被点名在列，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等山东籍将领也被多方点评为被查传闻高发名单。一边是地方系统整片清理，一边是军口将领密集上榜。山东帮被集中做手术的观感已经跑不掉。表面上，中纪委的活归习近平的亲信李希抓，但分析人士指出，自从胡锦涛的下属石泰峰在4月接任中组部长后，一手插进了巡视与党建线，一手管理到意识形态。今年以来，第9巡视组被指以联动加专项方式深扎山东，节奏极快，密度极高。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例行巡视，更像是问题导向的外科手术。先把巡视组驻点在关键城市济南、青岛，再沿着人脉、项目、资金3条线连环敲打，最后把彭丽民的老家县菏泽运城作为象征性破口，释放清洗信号。这种打法，外界读到2层意思：一是拆派系，二是拔地标，把彭系贴过的节点拔掉，等于在权力地图上抹去一串旧坐标。另一条舆论焦点指向第9巡视组组长王新哲的履历，他长期在国防科工委和工信部系统任职，并在李克强高中同学、工信部前部长麾下做过办公厅副主任、机关服务局长、财务司长、总经济师等要职，于是有了李克强旧部回马枪的说法。风水轮流转，秦刚没事，彭丽媛有事的坊间说法，概括了这波人事的戏剧性。秦刚早年任职礼宾司司长，与彭丽媛私交互动频繁，如今被定性为非政治经济问题，并安全退休，等于摘掉政治帽，保留再使用的可能。刘建超被视为外长热门，与李肇星系统渊源深，近年却一路受挫。山东运城籍的马兴瑞从新疆书记异常撤回，仍挂政治局委员，连续公开场合表情紧绷，频频擦汗被放大解读，外界普遍认为重点观察名单。3人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凡贴近彭丽媛者，风险陡升，即使不落马也被边缘化。这既是政治的逆风向，也是习近平权势衰退的外在征候。中共4中全会前内部的明争暗斗，波谲云诡，请锁定大时局频道，让我们一起看清真相。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